美国智库警告，美国与中国的核军备竞赛是徒劳的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先少。近日，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份报告警告称，美国已经失去了在东亚对中国的常规军事霸权，这使得阻止中国大陆对中国台湾的任何袭击变得更加困难。更为严峻的是，美国试图赢得与中国的核军备竞赛将是徒劳的。布鲁金斯学会发布的报告认为，中国的核力量的强大可能会使其对使用常规武器更有信心，而对美国而言，以中国就台湾问题爆发战争，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增加无意和蓄意核升级的风险。去年11月，五角大楼的一份报告称，到2027年，中国可能拥有多达700枚核弹头，到2030年，核弹头的数量将至少增加到1000枚。当然，这是美国的单方面预测。中国一直声明，只保留最低限度的核武器库，在保护自身安全的同时，也可以避免陷入大量的军事浪费。布鲁金斯的报告称，有许多障碍阻碍了美国重新获得彻底的核优势，包括白宫对战略稳定和核武器控制的承诺。即使美国人克服了这些障碍，也无法以足够快的速度生产布弹芯。他们认为，以中国的竞争不会获得优势。你也可以这么理解，美国试图与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大国进行全面的核军备竞赛，似乎是徒劳的。作者预测，中国的核武库将增长到足以威慑美国的程度，而美国最好在常规战争上加大投资。然而，鉴于中国的军事进步，五角大楼基于美国军事优势遏制中国完成统一的努力可能极难实现。这份报告指出，中国人解放军在导弹、情报、通讯和网络战等领域的投资日益增加，因此保护美国利益的最佳方式是避免明显承诺保卫台湾，也就是说，保持战略模糊对美国有利。美国目前对付中国的主要战略是奥斯汀提出的中核威慑战略，但是美国不能以为核威慑对中国有用，解放军反而有可能采取核威慑措施，阻止外国干涉台海事务。布鲁金斯学会为何认定美国与中国的核军备竞赛是徒劳的呢？其实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。首先，中国是全球最强大的制造业大国，只要有决心扩大核武库，速度和质量都明显优于美国严重老化的核武器库。第二，决定一个国家核威慑力的不仅仅是核弹头的数量，还要看核弹头的运载工具的技术发展。在高超音速武器时代，中国的多个高超音速和亚轨道试验项目领先于美国，这也意味着中国在战略核武器的突防能力方面拥有更大的优势。第三，美军与中国展开核军备竞赛的前提是拥有常规武器作战优势，但是由于种种原因，美国现在已经失去了在东亚对中国的常规军事霸权。中国在常规的中程弹道导弹领域已经全面领先于美国。第四，美国即使是发展小型核弹技术，对中国也没有用，因为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，但是只要有人胆敢对中国使用核武器，那么我们的报复手段那就是使用战略核武器。而美国庞大的核武库正在成为影响其军事科技现代化的包袱，这从俄罗斯常规作战力量的衰落就可以看出来。总体而言，中国的核战略并不是要以美国比核弹的数量，而是要根据自己国情的需要，发展适度的核战略力量。核武器并不是越多越好，而核弹头的运载工具则是越先进越好。而中国现在正在走出一条更加正确的、更加经济的道路。美国要想玩核讹诈，恐怕是不管用的，起码对中国是不管用的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